大家好，我是勞拉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我們繼續上一次的地鐵遊。如果還沒有看過上一集的坐地鐵和美國古老的聯合車站的介紹，那麼請點擊我的頭像進入我的主頁回看上一集。從聯合車站步行幾分鐘，我們就來到了沃勒貝拉街。這個街道的名字實際上是西語，所以我就用西語讀了。用英語讀的話應該是 Olvera。 這條充滿墨西哥風情的街道被稱為洛杉磯的誕生地，是這座城市最古老的街區。在萬聖節的時候，我們有一個同學畫成這樣，然後得了第1名，畫了可好了。那個小姑娘也本身長得也很漂亮。走在 Olvera 街上，兩旁都是色彩鮮豔的墨西哥手工藝品攤位，空氣中飄着墨西哥美食的香氣。街道兩旁的建築保留着19世紀的風貌，讓人感覺時光倒流。這裡值得一提的是，聯合車站之所以沒有建在原計劃的這塊地方，正是因為1926年一位叫 Christine Sterling 的女士看到 Avila Adobe 即將被拆除，單槍匹馬發起了保護運動。在洛杉磯時報老板的支持下，他成功地保護了這片歷史街區，車站也因此東移到了現在的位置。可以說，沒有他的努力，就沒有今天這條充滿活力的 Olvera 街。怎麼會這個樣子呢？哦，這個是他自己本身的嗎？不是，還是什麼意思？這個是支撐的，應該是一個支撐的，但是他把它給包起來了，是這個意思吧？把它給包起來了，已经。真是人才幹的事。哦，这也是支撐它的。哦，對，因為這棵樹太老了。加州西部黃金婦女協會嗎？什麼1937年為表彰加州的傑出女性設立的。在 Olvera 街上，我們參觀了 Avila Adobe 阿維拉土坯屋。這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Christine Sterling 女士努力保護的建築。這座建於1818年的土坯建築是洛杉磯現存最古老的住宅，已經有超過200年的歷史。就是磚。這座房子最初是富商 Francisco Avila 的家，經歷了墨西哥統治時期和美國西部拓荒時代。古老的馬車。你看見上面那個果子了嗎？那個仙人掌果，那種是可以吃的，但是仙人掌果榨汁很好的。哦，哇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這個有點嚇人哎，這個有點嚇人，這個怎麼弄個這個孩子躺在裡面有點嚇人啊。有個古老的鋼琴，都已經爛成這樣了。這個琴凳很有年代。走進屋內，可以看到19世紀加州家庭生活的真實場景：簡樸的家具、厚重的土坯牆壁、狹小的窗戶，一切都在訴說着早期定居者的生活。這裡是免費對眾開放的，是了解洛杉磯歷史的最佳窗口之一。這床太高了，怎麼爬上去？哦，下面一個腳凳，看上去有點小哦。他們也用痰盂啊。它這個木地板是那種古老的木地板，踩上去都吱吱嘎嘎的響。這是書房，就在這兒寫字。那毛筆。還有馬鞍就放在那邊。对，那兒有羽毛筆。這邊是廚房。橱櫃。哦，這個餐廳好大。啊，怎麼裡面還有個人守着？
以前這裡是可以組織活動的，就在這兒，你看，說的就是這個地方，可以在這兒組織活動。哇，這個地方好南美啊，真的是，仿佛回到了烏拉圭。那個小包包好可愛，這也太可愛了吧！但是我不想買包了。Hi，thank you。今天的這條旅行線路，要感謝我的老師 James， 這條線路是他規劃的，我覺得非常好，非常感謝。這是這個餐廳的創始人。從 Olivella 街出來，我們沒走多長時間就到了 Philippe 餐廳。這是一家創立於1908年的傳奇餐廳，這裡據說是 French dip sandwich 法式蘸汁三明治的發明地。餐廳保持着復古的裝飾風格，锯末鋪地的地板，處處透着懷舊氣息。地上的這些锯末因為他們家的餐點裡面是帶有肉汁兒的，如果這些肉汁兒滴落在地上呢，這個水泥地面就容易打滑，所以他們就放了這些锯末。出现這種情況的時候，就用這些锯末迅速的吸掉這些肉汁兒，可以避免客人摔倒這些情況。據說從他們家開業起就保持了這個傳統，也算是他們家的一個特色。這個地方是拿水的，點餐以後可以在這裡拿杯子打水喝，也不一定非要點他的飲料。我們點了他們最著名的牛肉蘸汁三明治，鮮嫩多汁的慢烤牛肉片夾在法式麵包裡，配上一小碗濃郁的肉汁兒，吃的時候把三明治蘸進肉汁兒裡，那滋味簡直絕了。麵包吸飽了肉汁兒，卻不會散架，牛肉軟嫩入味兒。我跟我朋友2人一起來的，他點的是個法棍的，我點的是那個自然發酵的那種酸面包的面做的。我朋友說這個更好吃，我决定这样吃。你只能把面包蘸着吃。是的，是的，点法棍的啊，那就点法棍的，记着点这種法棍的，这个更好吃。对，因為法棍呢，它這個皮是酥脆的，然後配上這個就更好吃。它裡面這個奶酪也是可以選的，有很多種奶酪你可以選。它這個位置很好，旁邊就是老城區，然後又有地鐵站，所以這個位置這個價格來說是很便宜了。我們2個人我們2個人要吃一模一樣的東西嘛，價格也是一樣的，就是14.5塊一份，然後我們加上小費我們給了多少？15%，然後看一下咱們站在哪。就是給了，反正就是加起來是好像是42.4毛2還是多少，我忘了。就是2個人算下來就是21塊錢，所以在這個位置的話，我覺得也不算貴。這種簡單卻美味的組合已經征服了洛杉磯人1個多世紀。這是他們家的古老的菜單，這些電話亭也是很古老的了，我都不知道現在的年輕的小孩們知不知道這個是幹嘛的。我來看一看啊，好吧，沒有聲音了，只是裝飾。這個秤也好古老啊，你看。吃飽了，我們繼續去到我們最後一個參觀地新唐人街，它們之間的距離也不遠。街道的名字都已經有中文了，百老匯街。這個唐人街建於1938年，雖然叫新唐人街，但是也有近90年的歷史了。它之所以叫新唐人街，是因為原來的老唐人街正是為了建造聯合車站而被拆除的。那你可能會好奇，為什麼這個建於1938年的唐人街看起來卻很新呢？這其實是洛杉磯唐人街近幾十年變遷的一個縮影。從2000年代開始，特別是2006年地鐵 A 線，當時叫金線的唐人街站開通以後，這個社區就開始了大規模的重建和更新，很多老舊的建築被翻新或重建，新的混合用途公寓樓拔地而起。2017年，洛杉磯州立歷史公園經過2000萬美元的改造後重新開放，
讓整個社區煥然一新。走在這裡，你能同時看到懸掛着的傳統紅燈籠和全新的玻璃幕牆建築，這正是新舊交融、傳統與現代碰撞的洛杉磯唐人街。週末，這裡常常舉辦文化活動和集市，依然是華人社區的文化中心，也是各族裔了解中華文化的窗口。一天的探索接近尾聲，這一天的旅程，我們用了不到$5的地鐵票，穿越了洛杉磯200多年的歷史，品嘗了地道美食，感受了多元文化的魅力。这2天他們到處都在說全美大部分地方都能見到極光，但是我們沒有。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在洛杉磯見到，反正我沒有。不過這個也很美，對嗎？我們在新唐人街附近的唐人街站重新搭上了地鐵 A 線，原路返回 Pomona North。夕陽西下，列車行駛在鐵軌上，窗外的城市景色從繁華逐漸過渡到寧靜。洛杉磯地鐵 A 線從長灘的海濱到遠郊的 Pomona，57.6英里的軌道串聯起了這座城市的過去、現在和未來。它不僅是一條通勤線路，更是一條連接歷史與現代、串聯多元文化的時光線。如果你也在洛杉磯，不妨抽一天時間來一場這樣的地鐵之旅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，謝謝大家的觀看和陪伴。我是勞拉，請記得照顧好自己，咱們下次再見吧。艾米，好玩嗎？今天？我挺開心的。我也是。